好，3、2、1，鞠躬。好 ，OK。手机静音哈。这个是给你们的，这里前面的内容需要填一下。重啊，小心腰。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遗产清点？它主要是一个公证处一个程序。第一个，为了防止我的权利受到影响；还有呢，就是万一是继承人有2个，那你必须做遗物清点，不然的话不好分割。汪月，你记一下吧。若干件衣服里有1块白色的擦手巾，还有1角硬币。好。哦，1张老照片。这是不是老人小的时候照片？哎，他演到圆圆的，那是小的时候不一样，对吧？他女儿叫什么名字？没说过呀，对吧？来之前你知道他是独居的状态吗？来之前我听他说，我也确切的不知道。他说，有时候有一个侄子，他说会来看看他。那女儿呢？有个女儿嘛，我也没看到过。他只是听他嘴里说，在国外啊，就是所有他口中的亲戚都没有出现过。特别是我们有几年过年，我也在这里，也没有人来拜访，电话也没有。那时候我已经住了3年有了，3、4年。我说你已经82岁，不是72、62岁。如果将来万一身体不方便，脚不能动，或者身边要人照顾，你是想去养老院，还是需要一个人照顾？我就这样问他。他说我想叫我照顾，我就说那这样吧，你如果要我照顾，我也同意，但是呢，从法律来上讲，好像我不能照顾你，因为我不是你的直系亲属。所以呢，我跟我叔叔做了议定监护这个过程。做好议定监护之前，你们都不知道遗产最终的去向。这个不知道。做了遗产公证的，他的意思我就懂了。他等于说他已经这样开明了，这样坦白了，那我全心的要准备这个，你照顾他，哪怕3年5年，我都愿意。这是一个告知书，就是一共登3次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登？过世之后，到了公证处这个程序的时候就要登报。你会介意这个事情公告出来？不介意，我继承也继承的光明，这是一个权利告示，对吧？都是有一个追溯期。你会不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在里面？稍有不慎，可能这个机会就不是你的了。立遗嘱都是本人意愿，都是我叔叔个人的想法，他的财产肯定以用在他身上为主。我一直表达这个观点，他哪怕把房子卖掉，该抢救就要抢救用。而且我叔叔本人的意愿是这样的，他也是不赞成我这个说法。他说我只要不痛苦，你痛苦了，我再用再多的钱我还是要走，就像那个插管一样，进食都是他自己的意愿，不要插管，他说不要痛苦。咁么因为我现在对伐，身浪向也没啥病痛，倒没啥，主要问题就是胸闷，然后这个我胃口不好，物事呢吃了老少的，咁么假使万一以后对勿啦，物事吃勿进了以后，我坚决不要用插管吃，搿能一来了以后，反而增加了我痛苦。等一下，这用得到个香烟跟可乐带过去，因为他妈是抽烟的。某年他去的时候都是带香烟的。我叔叔喜欢喝可乐，可口可乐他是每天都要喝一罐。后来呢，我叔叔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清楚了，说
我说我给你买个可乐，给奶奶买了一个香烟，对吧？我买个鲜花。你们也不避讳谈这些事情啊？不会，我叔叔没有小孩，没有老婆，他跟他妈墓放在一起都是经过他本人同意。他走的前面1个月，我还把照片拍好给他看的，他都同意了。老板，扎2束菊花。对，就脖子下面扎一下，哎，对。现在时间不能倒流，早知道我车子早买一会就好了，让我叔叔多玩转转，人都想不到的呀。那他其实坐这个车的时间很少。休息天我就有了车，我就开它去转了。崇明岛也待了一段时间，我妈、我叔叔，我呢负责烧菜啊弄。他当时还可以，也可以讲话，也可以走慢一点。也就是10月份就住院了，他突然感觉没胃口，不想吃东西。后来到医院就去检查，一开始我准备瞒住他，但是不行。他的性格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瞒不住他的。他其实呢，最终走的我感觉还不是癌症的关系，是那个自然的衰老，他不痛的呀。医生说，如果真的骨转移到癌症晚期的话，很痛的。您那个时候怎么跟别人，像医生啊他们介绍你们俩之间的关系？我有复印件，公证书有公证函的，他不能怎么签字啊？什么都要我签字的，对吧？表面上人家以为我是他侄子，不是，我是他弟弟的儿子，人家不知道的。啊，因为你对他的称呼是叔叔。哎，我叔叔。到后面医生时间长了嘛，像快出院了，医生我就说了，我不是他，也不是他侄子，我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公证。很多人应该不太能理解吧？很多人就护理院医生就说，他说儿子也做不到你这样，只是做了这个。他说你做的可以，人家亲生儿子没有你那样，天天来天天去给他送吃的，天天按时到。然后我说不一样，人家有亲生儿子都是忙，也不是说有的也没办法。哎，那他对自己身后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吗？你们有聊过这些事情吗？聊过。我说在你走之前，我不会跟谁结婚啊，怎么样，抛开你不管你放心，这个不会的。他呢也跟我说，等我走了以后，能找到合适的找一个，对吧？那个生活相伴，这个要的，毕竟找不到。我留给你那个房子以后养老也可以。他说你自己看情况，存款如果我生病用下来有多的，你就给我买个墓。我说没有什么存款，你把我海葬也无所谓。人死了都是做给活人看的。叔叔奶奶，我东东来看你们了。爷孙，哥都欢喜吃个可乐，侬老早关照过啊，叫我多来看看侬，葛么我只有打可乐拨侬，搿是侬最欢喜吃个。侬马上跑脱要3个号头了，但是我感觉高头侬还是辣我身边。我也望侬他阿奶能够帮头，辣天堂上过了快乐。
明朝我回乡下，我到我爷搿搭也去一去。老早阿拉爷讲闲话讲勿落来，有可能也说令侬生气，侬勿要放辣心里去。侬辣我心里向，侬帮我爷是一样的，没高低之分。你会觉得对自己的家人有些亏欠吗？我亏欠我自己父亲、母亲太多了。我一直说我对我生父没尽到孝，就是因为他突然走了嘛。然后我跟我叔叔说，我说我自己亲生父亲没有尽到孝，那我会在你身上，能够肯定多尽力，多弥补一下。如果我爸爸亏欠他，我这个叔叔我又没有把他照顾好，又留下遗憾，觉得人生更加悲惨一点。对自己种的菜。对。阿姨，您知道他们签那个议定监护吗？知道的。知道啊。嗯。如果他们不经常回来，会自己觉得孤单吗？孤单的。也像一个人在家嘛。人讲我出来的有啥人来啥，我没啥人来的。我开刀不回来呀。我叔叔离不开我。离不开的。当时也没有怨他，说多陪陪你。那要来开刀的叫他转来呢，你来对打电话叫阿姑转来，一路转来上那个开刀嘛。有孩子在那，今天晚上要开个，不开的话今天晚上就要死掉了。我很气了，我死几千。现在没来了上海，还上海工作，忙来了没得功夫的。一年天是屋里水转来个，亲家子水转来个。谁哭没哭来了？谁屋里说妈呀，哎呦，屋里没得功夫呀！我看武功亲好子们点点心心来。我回来了，我都只家里向一个人了，一个人煮饭，我来了厂子管帮了。现在养了多嘛，照顾的人要多，对吧？养子一个现在哪里个好呀？总归照应不到。有住了这个亲戚了。尽量来玩玩。好，有机会我们再来。再来要开心死。照顾好自己啊。晓得了。做完议定监护之后，还记不记得那天当时那个状态？当时我就跟我父母直接晚上打电话给我们，让他们也知道。叔叔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般的了，让他们不要再猜忌。之前我妈妈当时也有点犹豫的，说你现在对叔叔那么好照顾他，他说万一他改主意了或者怎么样，你也白辛苦。那我跟我妈妈是这样说的，我说我现在不租房子，已经住在他那里，我随便怎么说我都应该对他好一点。刚才我看到一个这个很是呢，他把我的号码他就记得，他就是随身携带这个小本本。对，就是哪一天找不到我，他可以摸这个地址找到我家，他怕自己遗忘了放身上，万一人家看到我叫什么，我住哪里，他就是这个考虑的。监护人是我，电话住哪里，就是这样，人家万一好心人，万一他半路上有意外什么，他就是这样放身上的，就是这样。其实那些年你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，几乎朝夕相突处。然他离开你的生活了，感觉有什么变化吗？无意当中还是会想起他，不过到现在
你看有的东西我也没有给他扔掉，那这是他留下的东西，感觉好像有点不忍心把东西全部扔掉，因为如果全部都没了，好像没有回忆了，有点有的，而是想留点念想。我给他买了个小蛋糕，一个我们2个人那。他当时还蛮勉强的，比较小，勉强的小，对吧？第2天就去医院了。对呀。其实当时他人已经很瘦了，按照前面来讲已经蛮瘦了。后来我也憋不住了，我说，其实能感觉到，我说叔叔祝你生日快乐，我说。可能是你最后一次，在你有生之年，他当时也哭了。后来，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开心，人都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他也想跟我能够相处时间长一点。自从我叔叔走了以后，有一首歌最想表达我对他的一种思念吧。如何面對曾一起追過的日子，仍曾剩下我多幸。他有什么特别的嘱咐吗？就是关于我将来自己的晚年自己把握好，不要过早的托付给儿子。有的时候人会变的，你跟你感情不深的话，也不一定能够照顾好你。那你想过以后自己老了之后谁做自己的监护人吗？想是想过，但是茫茫人海，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相对、坦诚相待的人，比较难。更值得情深深的位置。